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岸恰逢雷雨风暴席卷的木马岛上，有6位游客正在进行寻宝游戏，但其中1位却迟迟不见踪影。是小珍回来了吗？正当众人一同打开宝箱之时，竟发现消失的同伴小珍被残忍分尸，放入6个箱子中，四肢和颈部呈暗红色，初步判定为死后分尸。经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岛上的5名游客当中，他们分别是何飞宇、欧咔嚓、张知识、刘画画和荣扑通。10年前的木马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一直想把岛上看到海怪画出来，拿起蓝色的笔我就画不下去，摆脱不了啊。甄教练为何每年组织优生复训？他只挑小珍之外的前4名。那他人在哪？月亮它转呀转，海水它消失了。童谣的背后又在暗示着什么？月亮转指的是通过潮汐退潮，然后石头张出嘴，就是洞口露出来了。灯塔下究竟还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去到灯塔会遭遇什么？这个岛一定藏着秘密。那我们就去吧，加油！祝你们好运，祝你好运。行。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就是假设他通过跟小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小珍有了杀机，且他了解到小珍可能把甄教练给杀了的这个整个的计划，所以他要利用这个计划杀了小珍。你要说啊，因为死者是小珍，我们要投的是杀小珍的。他现在分析一下几个人的对小珍的杀机。现在目前感觉就是欧跟荣是比较有可能。对，荣是因为威胁他，但是要给他头砍下来嘛，就是自保嘛，就是自保，然后把头去换一下，就相比分尸稍微好一点，虽然也很残忍。欧感觉是吧？是有一个，如果跟大珍有关系的话，如果甄教练也死了，且那个尸体里面有他的身体的话，那感觉欧不太会用这个方法。对。现在就剩何刘璋了仨男的。那张还好一点吧？张是感觉局外人。张当年是他跟刘的关系破裂，是小珍在中间搞事儿。对，但是这个友谊这事儿，有了没了就是个遗憾，但是至于要杀人吗？有狠到这个程度吗？那你就把张排了，就刘跟何吧。刘跟何，反正对，这刘跟何我都愿意投，因为投何老师投错了不丢人，投对了显得很厉害。刘是骗了好几回了。
给我骗得一愣一愣的。那咱们就一起，没事没事。好，先弄着啊，对，好，反正对错肯定是。跳也很难。来来来，一起啊，一起，来摁住我，来，3、2、1，走你。好。是不是就不用我受累再搜身了？你们身上没东西吧？我是没有的。不搜身吗？不要面子吗？没事没事没事。来，咱们往那个灯塔这边。刚才咱们说半天，那个灯塔应该是有玄机啊。月亮它转呀转，海水它消失。梦里依稀有一个灯塔。小珍把刘带到灯塔里面去了。到了灯塔，突然发出了土拨鼠尖叫。这里边是红色的小地毯，灯塔地毯下面有个小门啊，应该有密室。这咋打开呢？你看那个，这个是，哇，哦，这底头真的有东西。就是那个灯塔就可以下到这个里边。这边再打开吧。哦，有血，洞口都是血。还有个箱子啊。是另外一个头。这不见得是一个人的尸体，可能死的是2个人拼了拼吧。对，另外一个头啊！这音那么吓人呢？衣服，哦，这是那套衣服。那个地方还有2个装同样涉水服的空的袋子，有2件被拿走用掉了。这上面也有血，瑟瑟发抖，我们俩。这是那套工具，盒子里边啥都没有啊，空的。所以他的这个肢解的工具是什么呢？这是双鞋。这是啥衣服呀？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运动衣。我打开这个，我去拿万能钥匙。万能钥匙在这边。蓉，说说呀，是不是你啊，还是欧啊？啊？这么阳刚的东西应该是你们2个的吧？这么一袜子啊，特别的小粉。这是血，侦探。哦，都是血呀！哦，我还以为是小粉。小粉袜子，你的面子今天是没了。没有面子了。哦，我从我这儿看，我说这小粉袜子这么可爱，为什么？来，让勇敢的少年打开这个箱子吧。来吧，来吧。这个要放这么高吗？好，打开了，打开了。来来来，蓉走远一点，欧也走远一点。甄教练，看一眼他致命伤是不是在头上？在杂物间有一个很大的工具箱，这里面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弓箭。死者身上没看到贯穿伤。哦，对对对，看一眼。没有，没有。还缺一个身子。把衣服打开看看。
哎，这有个东西，1秒入梦。哦。击入后立刻昏迷。这工具是48小时啊。这用过了。手机，甄教练的手机。这是3月30号晚上9点半，小甄跟他说，明天晚上9点半，我在木马岛灯塔给你准备了最喜欢的礼物，你一定要来。他打了个问号说行。3月31号9点40说你到了吗？我刚停好船，我在灯塔等你。灯塔吧，所以提前1天他给约过来了。就那个时候，他就先把这个大甄给整来迷晕了。哦，所以说，其实就是小甄穿着这身衣服过来，要把甄教练杀了，并且给他分尸了。那个时候他就死了，他就把大甄给杀了啊。他有一个定位的仪器，叫做找到他。要输入隐私密码，找到他密码提示木马岛属于我的那一天。0401 4月1号215041。密码错误。他手机上没有别的了？没有。木马岛属于我的那一天。他哪一天组织大家来的4月1号呀。他肯定得拥有这个岛，他才能够叫大家来呀。他不可能当天就拥有，当天就把大家叫来了呀。那应该还有线索。哦，有没进去的房间是吧？我们对，那边有一个地方。这有一个房间呢。这需要一个卡。甄教练的房间。要找个能刷的卡。前台有没有卡？需要一张门禁卡。哦，这。万能房卡。有了哈，来，开了。来，请进。我穿墙过去。哇，这是录像带。2015年4月1日，2016年3月15日，每一年有一个。最早的就是2015年4月1日，刘画画。喂，宝宇来了，从哪开始租起的？2015年3月20号。3月20号。M215320哈。03。木马岛小甄啥意思？这是他能追踪小甄的位置吗？对，他用芯片定位，监控者可随时随地通过 APP 定位芯片所在位置。请注意，该系统只能定位陆地上的位置，陆地范围外无法定位。他身上可有芯片了。哎，但这有一个定位啊，就是已经是在水里了。芯片定位。现在水里的是小甄的尸体啊。我们现在2个头1副身子，我们现在还差1副身子。
啊，看那副身子就是小珍的身子。也不一定，他写的是说陆地范围外无法定位。因为涨潮，3月初到4月底进入强潮汐期，每日涨潮退潮时间是恒定的，潮汐变化可能影响海边的活动。哦，小珍尸体已经进水里了。对啊，在水里啊。那就别找了，等退了潮再去看。何老师，这边都是故事，是吧？这儿也打不开。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反正。这一捏，龙扑通，你干什么？我也想要这个小熊，这是我先找到的。他小时候，我知道了，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谁把我推海里。患者于2015年4月1日不慎坠海，且患者对落水前后的记忆存在明显缺失。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受了伤。啊！但我不怪你，你不是故意的，是你把我推海里了吧？你为了抢这小熊，是因为你游泳也比我强。你不只要小熊，你要我消失啊？不是，你游泳也比我强，然后我就很争强好胜嘛。我希望刘能够更加关注我一些，谁知道我到了这个游泳队以后，永远拿不到第1名。来了以后，真又说给每个人一个礼物，我也想要小熊，因为我比你快找到了。对，然后我跑到灯塔的时候，我看着你已经拿着小熊在冲我笑，我说你能给我吗？你说不行，是我找到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搡。对，我就说你给我吧，你给我吧。争执之中，然后，哦，你把他推，对，我就不小心把他推下去了。那你怎么保证他失忆的呀？没法保证是个意外，就是个意外，对吧？就是纯意外。不，我不只是掉下去，别忘了我是被重物击打了。因硬物撞击导致脊椎椎体产生不可逆损伤，可能对部分躯体运动及生长发育产生影响。我没有击打他。你睡海之后不是说撞到礁石了吗？这是别人以为的哦。这次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儿。我看到这个灯塔的时候，我恢复了一些模糊的记忆。我记得当时是被人推到海里去了，我就努力的游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在一颗洞。游出来。然后我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在这儿。我就问他，我说这是哪儿啊？你怎么也在这儿？他没有理我。同时，我听到上面有女孩子的声音。女孩，我觉得那个应该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欧，说好黑啊，对吧？就看到那个小珍把刘带到灯塔里面去了，我就好奇也跟进去了呀。跟进去以后，里面一片漆黑，我就叫，我说小珍你在吗？我说我好害怕，这里好黑呀。就在我注意到有女孩子的声音的时候，黑暗当中的另外一个人捡起了一个石头，把我砸晕过去了。啊！大珍不是，小珍带着我进的灯塔，她其实相当于帮着她爸把我送进去完之后，她就出来完之后，她砸的你。是他砸的我。对。为什么呢？昨天6点钟不是领完任务我们就往房间走吗？因为地上有点滑，我摔了一跤，
磕到了头啊，一下想起来了，砸我那人是小珍。砸你的人是小珍，他跟老珍一块儿串通好了，要干嘛呢？不知道，因为我7点钟我就去质问他了。哦，我问他当年是不是你砸了我？他突然跟我说：“那怎么了？你不是还活得挺好吗？”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冲的我就疯了，因为事实上，我虽然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但当时伤了我。对啊，让我不再能够做运动员，终身1.4米了，让我终身1.4米。反正我非常生气，我当时就气到我，砰就踹了一脚，我把他踹翻在地。然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因为第一点，我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恢复；第二点，那当天到底我们在寻什么宝藏？这个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得为知。所以我就回去冷静了下来，因为他不是告诉我们寻宝游戏会告诉我们所有的秘密吗？我想完成这个。等会儿就说你踹了他一下，然后你就走了，然后他也没过来回来踹你，他没有，就是说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对。当时参与游戏的小朋友说，我遇上了幽灵洞，被海怪抓走了。我虽然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但当时伤了我，让我不再能够做运动员，让我终身1.4米。这是在干嘛？这是我刚才翻出来的。这是有一个雨国的，把这个拼在一起了。他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申请回执。就纪国居民甄教练于 M225年3月5日提交的永久性居留雨国，移民局已经核实您申请资料。他要走，他要搬到雨国去了。对。而这张他说，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你竟然想一个人全身而退，你毁掉了我，把我也变成了恶魔，我要让你受尽折磨，付出代价。你看他心是一颗洞。啊。他怎么有这么多机械战甲？哎，你看这个啊，说的我讨厌这个机甲。他说只要我听话，就不会再打我了。哎呀，就是每回打完之后，然后就是说再送，会给他一个玩具。我再也不要机甲了。所以那个心愿瓶是小珍的。他心情不好，就把我反锁在家里。我想去找欧妈妈，被抓却被抓回来暴打。他说这个世界除了他，没有人会要我。就是精神虐待他，肉体虐待他。他说我太吵了，把我关进了衣柜嘛，所以这就是捉迷藏嘛。是的，我爸经常就只跟他玩游戏、捉迷藏什么的，对我就变得很疏远，也开始冷漠。这不是一个游戏。我突然想起来，就我妈妈爸爸离婚的时候，我哥哥说你们可不可以带我一起走？我当时觉得我说你不是我妈妈生的，我们肯定不会带你走。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在求救。
他难过的不是说你告诉你跟我强调妈妈不是你的亲妈妈，他难过的是你们不带我走。是的，而且我知道他恨我是为什么。他恨我为什么从福利院把他挑回来？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一个小男孩，我爸爸就很开心。就是说让他进入了这个漩涡哈。对。这是。但是这儿真说你毁掉了我，把我也变成恶魔哦。他们俩一起干坏事呗。小珍帮了大珍做了不好的事嘛？可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呢？你应该知道最多呀，你跟他一块，你上了10年学。寻找猎物。我们当年上过岛的人是被当成过猎物吗？游泳队的人就是你们都被他们虐过吗？我没有被虐待过啊。哦，你不是，他第一次想拖你进去，你拒绝了。我拒绝了呀。小珍好像要把何飞鱼拉去什么地方，你就推了他，然后你转身就走了。你拒绝了，所以你躲过了这事。我是被小珍给拉进去的。后来小珍呢就找到刘画画，他就跟他说了什么，刘画画呢就很开心的跟着这个小珍往灯塔的方向走了。其实我也被虐待过，因为他每虐待完之后就给机械战甲。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抱着机械战甲站在了度假村的客房门口。我觉得他有可能其实就是在那个塔底下那个地方虐待我们。所以说我每次一到那个塔的地方就头疼。真的吗？就是你幻觉的那部分的真相版本是什么样的？他就是那个恶魔，从天而降的怪物，帮我带入了超级大潜水艇当中，一个丑陋的大海怪朝我露出血盆大口，应该是。所以他所谓的找宝藏，其实只是把人散到不同的地方，给他时间。为什么每年真游泳成绩那么差，他都必须得出现？因为他必须帮他父亲在外面拉人进去。是的。就为了让真教练虐别人，不虐自己。你看，那个小珍直到22年查出了疾病之后不用上岛了，对吧？然后她224年，我记得刚才是说发朋友圈要开始新的生活，然后于是224年的情人节跟荣表白了。对，然后她尝试了一段时间想恢复到正常生活来，但是没想到她荣要离开他，荣要离开他，然后那一瞬间他就是突然一下就变得跟一个失控了的野兽一样。而且他其实尝试了之后，发现其实自己也没有完全能到正常的那个生活关系里边。他从来就没有过很过分的这种要求，就是这种亲密的只是1年没有什么其他肢体接触，就是牵手，只有牵手，亲亲抱抱都没有，接受不了。我觉得他是多年被他父亲的不管是殴打、囚禁，导致他对人是有抗拒的。他能够跟你好、跟你拉手，已经我觉得是可能是他能够接受到的与人肢体的最大限度的。再深的接触，他可能就会有应激反应，因为他是被揍打的。那曾经的这么多人，为什么都可以过去了呢？这个事儿。这些孩子都失忆了吗？他一边虐待这些孩子，然后还要拍下来。哇，这是录像带，每一年有一个。最早的就是2015年刘画画啊。
细思极恐，你不敢想。还有一个我理解不了，小珍把它肢解这个点的原因是，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把它就？其实因为小珍她有一个仪式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人，就是她觉得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跟她一样处在痛苦之中，让我们去找，就是相当于给我们每个人一块尸体，一块残肢，像当年藏宝游戏一样，让你们重温噩梦。凭什么你们都是幸运的、离开的、遗忘的、向前的，一起重温噩梦吧？它是一种复仇。现在我们找到的是老甄，老甄就是被迷晕了之后切的。对，小珍肢解了老甄，但是有人发现了小珍的事情之后，同时有人发现了当年的真相，于是把小珍也给杀了。杀完之后，把小珍的头换成了老甄的头。能发现就是现在在这个岛上的人里边，能发现老甄的罪恶有调查动机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满足。但进一步能发现到小甄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帮凶，啊，这个其实很难发现。那就得经过这个屋了，能发现小甄的那个说我是帮凶的那个自白。我帮你做了这么多，把我也变成了恶魔。我们都来过，我没有。3点钟的时候我去找过小珍，我去了甄那儿啊，我问他当年是不是你砸了我？走吧，我们接着搜吧，绷不住了。朋友们，有一点是张没有来过这儿，2015年。他这是不是还有些什么秘密啊？还有什么？这个上面有东西吗？那个商船。有。啊！就他收到了各种小朋友写的。芝士哥哥，你一定会相信我吧？我遇到过浑身是眼睛的怪物，它将我包裹，我根本无法挣脱。黑暗的地方总有它的眼睛，我整日活在恐惧之中，但没有人相信我。芝士哥哥，你遇到过大怪兽吗？我遇到过，可当时的我没有打败它的勇气，后来的我也没有忘记它的勇气。如果能像你绘本描述的那样，有朋友和我一起，或许我能勇敢一次。芝士，我将童年创伤幻想成怪物，但内心的痛苦却从未消减。谢谢你用故事告诉我，有朋友的陪伴，我就可以有勇气战胜它。童年创伤后的自我保护机制，当心理承受不住伤害，潜意识便开始自我保护，为的是减轻痛苦和压力，可能会因此否认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困难，转而沉浸在幻想的世界中。哦，明白，他自己会把它想出一个东西来，像我一样。啊。你看他这句话其实很可怜，他说当时的我没有打败他的勇气，后来的我也没有忘掉他的勇气。啊，哎，你收到这个，你有跟刘的那个有做关联吗？首先，这是一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册子，这边是我多年的这个读者来信里边有一些已经不是小朋友，已经长成大人了。然后他要自己回忆起来自己过去的一些遭遇，然后点醒了你。对，他说的这些内容让我想起了刘。刘当时跟我说，他遇到那个大海怪之后，他整个性情大变嘛，所以我就对这种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现象，怎么形成的产生了兴趣。后来我查，我就查到了这个答案。
童年创伤之后，童年创伤，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幻想世界，所以我就怀疑他当年的遭遇是不是不仅仅是一个大海怪那么简单，他会不会真的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所以你来要查这个，当然。哎，你昨天有找过真吗？昨天下午2点去找过真，因为我就问他你当年为什么要打我小报告，他说谁让你4月1号不来参加我生日 party？ 啊，走吧，继续搜吧。手机找到过吗？来吧，朋友们，陆怡来了。小珍，当年是你用石头打了我，把我扔进海里的是吗？你想起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害我差点死掉。那又怎样？你不是活得挺好吗？偷录到了他们俩的声音，小珍和他。我当年呢进那个游泳队是因为想跟着刘嘛，结果我进了游泳队以后呢，何一直遥遥领先，我永远都拿不到第一。到了岛上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小熊呢也被他找到了，我就把他争执的时候推下去了吗？因为那时候我也才10岁，其实我吓懵了。你该不会一直以为是你让我受的伤吧？是的。啊。本来其实是想找人去救你的，但是呢，我一找人去救你呢，就会知道我把你推下去的。你甚至都没有找人去救我。我是想过的嘛，但是就是不救你。好。后来小珍就找到我，就举着就是我们俩争执的那个小熊，就说：“你看，我都知道你的秘密，因为我知道那个小熊是可以录音的，所以呢，我就知道我有把柄在他手上。”以后呢，他让我干点啥呢，我就干点啥。包括后来成了男女朋友，他有的时候威胁我，也是拿小熊来威胁我的嘛。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挺好的，游泳的成绩都是非常棒的，我不能靠说他一个小熊毁了我整个前途嘛。这些年我一直想把那个小熊找到，把它毁了就算了，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我后来知道说他在这个岛有一个他固定的长租的房间，很多重要的东西也都会放在这儿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到这个地方来找找看小熊在不在这儿。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就来了，我本来想去找，但是突然我就听到了何跟真的对话，听到他们俩争执，我才知道原来是小珍骗了我。小珍。当年是你用石头打了我，把我扔进海里的是吗？你想起来了？就黑历史会毁了你的前程，而且这是个假的黑历史。对。我们再去看看刘那里，去刘的屋哈，来。潮汐模拟器是不是这个地方模拟了潮水的？我们怎么模拟啊？你看，它有点就能转似的。这里，哦，真能转！它真的在转啊！这个岛可以动。它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转然后呢？月亮啊转呀转，星星它不见了，石头慢慢的张开嘴。转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洞。
中午的11点25分，我到泳池的时候发现，就是海的那边有一座礁石。我是4月1号早上11点，在灯塔透过岛周围的大雾，隐约的看到海面出现了一个礁石，它是从灯塔往许愿池去，正好是180度，还有一个类似这种。这个木马一直转是他对这2个洞口的误解。那你的意思是底下有一整条隧道？嗯。根本就可以不用动，我可以在那儿洞上等着塔自己转过来吗？是这个意思吗？嗯。那你一个洞在哪儿呢？那就是小珍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再到刘的空间看看吧，朋友们。去刘的屋哈，来。来扔吧，扔吧，扔吧。哎，毁坏式搜证。哦，这儿哦。啥呀？啊？这不你的那个画吗？对啊。你的画怎么到他这儿来了？因为我当时不是受了那个刺激之后呢，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在霸凌我，我也没有更多的力量去帮他解释，而且很快我爸妈就把我转学转走了。我和张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但是后来我突然就看到这个绘本之后呢，我就发现张他其实是很关心我，张还是我童年最好的朋友，他就算长大之后，他也没有忘记我们那些小时候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哭泣的刺猬是我画的。哦，你画了一个哭泣的刺猬。其实，在我的认知里边，是我对你做错了事情。虽然我是受到了刺激，但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昨天开始寻宝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第一反应是我想先去演灯塔，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去灯塔之后就看到海怪啊什么的，去了灯塔之后头又开始疼。但那时候其实我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当年去灯塔的时候是有小珍的，所以说昨天晚上8点钟我去找小珍了，我就问他说，当年你带我去灯塔发生什么了？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大海和蓝色？他冷哼说，为什么你自己不明白吗？我一头雾水，他表情莫测的说，木马岛秘密很可怕，想着自己去查吧，然后就把我赶走了。那然后呢？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起来发生什么了。找找吧，看还有什么线索吧。哎，这个刚才就有吗？不对啊，这是洞口吗？哪个？这个，这是洞口吧？啊。哦，水里边的这个没有过哎。哎，是不是刚才没退着？哦，你看水现在不是降下去了吗？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哦，对对对，现在是退潮啊。这还真的像一个鲨鱼在张开嘴。潜艇，它是这样的。这个。血盆大口的章鱼可能是谁把我给扑倒？我倾向于它是一个洞口。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能在外面看到洞口了？已经。对，一退潮应该就能看见了。哎，那个洞露出来了，就在泳池这个方向。啊！哦，身体。他是被箭射死的。还有这个电锯。电锯肢解的。
涉水服，一身小珍穿的，然后一身凶手穿的。那他旁边那个游轮什么意思啊？这游轮是怎么回事？这手表是啥？应该是老甄给他的定位吧？哦，定位，这有一个定位的标志。看一眼他胳膊上有没有那个小划拉的口？哦，对，他不自残吗？有自我伤害行为，左臂有反复自残导致的陈年伤疤。得把它搬下来吧。哎呀，还真得搬下来。来吧，女生走开一点，走远一点，不要看。把他扶住，那只手，转过来，给他转。哎呦，我这跑全是湿的。兜里还有东西，兜里有东西。兜里还有东西呢。游艇的钥匙。左手吗？啊，这儿。有吗？有。她是小珍。他的手机，快看！小珍的计划，匿名邀请所有人上岛已完成。我们这一次是接受了一个邀请，重回木马岛。2，引诱他自投罗网迷晕，应该指老甄完成。我在木马岛灯塔给你准备了最喜欢的礼物，你一定要来。吸入后立刻昏迷。3，晚上退潮时动手放到该放的地方，完成。4，卡准时间把藏好的快艇开到码头，坐实他上午刚刚登岛的假象，未完成他就死了。他想伪装老甄今天上午刚到。只有早上9点半和晚上9点半是退潮的，是可以靠船的。也就是说，他想让我们觉得老甄是今天早上9点半来的。然后我们所有这些寻宝的人都有责任。走吧，可以集中讨论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小珍本来想要干嘛。小珍前天晚上9点半把甄约来了，且把他杀掉。死2天了。他把他迷到了4月1号晚上杀掉了。迷了这么久才杀呀？为啥是4月1号呀？最晚4月1号杀，对吧？不，我觉得他应该是离得越近杀越好，因为尸体死亡时间、腐烂的区别是很大的。对。晚上退潮时动手放到该放的地方，完成。这1号晚上杀了之后，他就已经把这东西放在各种地儿了，是吧？这都应该是昨天晚上吧？他不可能今天早上。这昨天晚上就放好的。然后，他今天早上9点半，他要把那个游艇从洞里面拿出来。对。结果他这步没有成功。他就没来得及去开游艇就被杀了。对，因为他9点20的时候还在吃饭呢。他9点20离开的时候，应该就被尾随，就被咔嚓掉了。凶手再去杀他的时候，就要计划把他给切了，对不对？对。电锯没有在盒子里面。这是那个工具。电锯是在那个洞里。电锯在洞里。那个电锯。哦，你的意思是说今天还得去灯塔？去拿电锯吗？就是凶手没有去过灯塔。那个得确认一下才能100%对。他把他迷到了4月1号晚上杀掉了。小珍不可能带那个电锯去洞里，他拿那个电锯没用了呀。对呀。
这就是那个电锯吧？这就是那个电锯。那就是凶手还得去灯塔吗？他得取电锯啊。凶手要到几个地方？要到洞，要到灯塔，要到客房。对。为什么要到洞？因为小珍的尸体下半身是在洞里，他要在那儿藏，同时他还把小珍的头放到客房。为什么要到灯塔？因为最后要把原本放在客房里面的那个老珍的头，这是小珍头天晚上准备的，他要送回到灯塔。对，他必须完完全全知道小珍的计划。对。环岛一圈人行要至少40分钟，但今天早上的时间没有人有时间再去灯塔。去灯塔的时间就可以是8点了，就可以是就整个早餐之前就可以了。早餐时间谁都可以去灯塔，昨天可以去了。所以说还有一个事儿，我们现在要确定几个事情。首先，第一，小珍肢解老珍在哪里？在灯塔还是在洞？在灯塔呀。灯塔。那现在这个凶手砍小珍的头在哪儿？在码头附近。我觉得他应该不可能在码头附近砍头吧。我觉得首先他不至于猖狂到在客房跟码头这个地方去把小珍整死，然后把头剁下来了，然后再拖着尸体一路吃血，然后扔到洞里。我想问一下，这个洞它是那2个小时都会出现，还是说要到最低退到最低点才能？就是都可以出现。9点半到11点半，就2个小时都在。对。哦，那可以藏到洞附近。是。对。哦，所以凶手是可以在洞里面跟着转，然后去改变他的位置。他在洞里跟着转，他在洞里跟着转，因为他最后是把头放在了客房劲儿嘛。凶手一定是在洞里跟着转，然后转的过程当中，然后再找一个地方可能上岸，拿着自己要拿的宝箱回来，这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对，然后还把头要藏到这儿。对。那我们先推测一下，今天早上9点20的时候，这个洞口应该在哪儿？我是4月1号早上11点，在灯塔透过岛周围的大雾，隐约的看到海面出现了一个礁石。早上11点，欧呢？11点25，就在泳池啊，在泳池。它就是拆成了12份，那就是1份30度。因为岛是顺时针转的，就正好转5格，就是相当于从泳池到灯塔就是5格。从角度来讲，这应该是150度。它转150度需要25分钟。25分钟，那相当于一圈应该就是刚好应该1个小时差不多。那也差不多，我们应该按一圈1个小时来算了。哦，不，1小时。去呀，孩子，那个是你玩的，你的乐园，我不参与这方面。还是说你你都不参与这种哇？因为他一算出来了，他不敢，他禁不住自个儿的智慧，对，暴露。我想问一下，9点半的时候，洞是在许愿池吗？对，9点半的时候。我稍等，我来想一个逻辑，我来想一个事儿，因为这个岛是一直在转的岛2圈嘛，走2个小时嘛。而且真他是9点20才离开的，所以他最早9点半能到这儿。但是洞在9点35的时候就到这儿了，所以他再等5分钟就可以了。9点55的集合时间，真应该按道理来说，真应该是跟我们一起的。对。对，他9点35，我是要去洞上把船给开回停到码头之后，我再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回来，说明他被杀了。对，非常好，非常对。9点35，但是现在凶手他如果35之前把针干掉了，那么他做了什么？
他在那儿要处理尸体，他一定要随着那个洞再转到别的地方。好，那我就说的是，他随着洞转到别的地方，他怎么回到中心跟我们会面？只有礁石才能上岸，就别的地方他等于没有旁边没有上岸的地方。所以就是要看凶手到底做了什么。整个绕岛一圈需要40分钟，那每个30度其实就是大概3.3分钟。凶手35是不敢上那个洞的，对不对？因为他就算在这儿，他能下洞，他还得这么走，又是20分钟到这儿，他来不及。来不及。所以他一定不能上洞，他一定是在岸上把真杀了。就是真去洞里面拿他的快艇，快艇就藏在洞里了。去拿他的快艇，凶手把他射死，然后让真跟着这个洞转。他55拿回来拿了东西之后，他就很长的时间了。首先，凶手还得上洞，然后还要把这个头放回到客房。请注意，找到宝藏回来之后，每个人有不同的操作时间，我已经写在这儿了。张是10点47回的，刘是48回的，荣是11回的，欧是10点50回的，我是10点40回的。那每个人都有可能，对。我们这样，我们跟侦探一起以一个人为例，如果比如说是我要怎么做？我9点1刻吃完饭，9点25跟欧到了这儿，于是我9点半的时候，我在这遇到了真，然后我发现他上了这个洞，我就射杀死了他。对，好口条，要不这主持功力。55到这集合，集合完了之后去拿雨衣，于是我来到了许愿池，然后呢，我要找到我的宝箱，洞要在10点半，10点对10点半才过来，我完成了换头的动作。对。等你完成好了之后，10点35刚好可以在客房下来。朋友们，10点40我在这儿，我来不及。最快45才能到餐厅嘛，但其实你45到餐厅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后面都在，因为所有人都在45之后回来了。哦，你说我撒了这个谎是吗？我没有撒谎。喊我吧，我离这最近。您自己来。来第二个，该张了。我们都自己盘自己。我跟他的动线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同样的位置嘛。9点55在这儿跟大家见完之后，然后我可以去到泳池。你必须要去到泳池。我去到泳池，先把我自己的那个东西找到，然后我可以等到10点25上洞，对吧？对。10点25上洞完了之后，跟你一样，说我要在客房下。对。我有整整10分钟在洞上去完成这些事儿，然后35也是从这儿下。对。35从这儿下，然后头藏好，对，也是45以后到就行。对。也是47到的，对，2分钟藏头是够的。对，够的。好。那排不了，排不了，刘也是。对，我是9点55在这儿，然后我的目标地是瀑布。他要走到这儿的话，需要13分钟。10点0几08，对，08分。你不管你在这干什么啊，你都要等到10点1刻。那我就不可能了。你想，我55还在这儿呢，10分走到这儿。荣的这个地方，它应该是半格，洞大概可能是10点12分多。那我就完全没有时间去找宝。哎，太极限了。是欧，那就他来不及，因为欧9点55的时候洞已经到这儿了，欧还在这儿呢，所以他到这儿的时候洞早就走了。他是唯一一个跟那个洞顺着方向走的。那来，我们坐下聊。
我又有个事情想问了，就我觉得昨天的心愿条一定还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大番儿啊，他想让你们想起来呀，他想让你们所有人都活在这个，把这个噩梦给重新记起来呀。就他想把这个事情拆穿，不能让他一个人自己承受痛苦。对。还有一点，他就是要试探我们到底记得多少，或者试探我们现在的心境有没有改变。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我跟何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忆，对吧？那荣跟欧是没有的，你们俩没有失忆，对吧？10年前的事情你们都记得吗？都记得。那你们两个领自己的心愿条，为什么领的是别人的？荣，你为什么拿的是我想成为游泳冠军，这个不是你的心愿？然后欧，你为什么要拿走我想和他一直做好朋友？是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自己挺成功的啊，就是在大学的生活也好，在游泳的这个领域的成绩也好，我觉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说我小小的时候写下一个说要第1名消失，我才能成为第1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污点啊。所以呢，我问过所有人，我说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写过什么吗？然后你们都说不记得了，我很开心。对，所以我是第一个去选的那个，我就想说我想拿冠军。再加上他又推过我，所以他更不能承认，怕我想起来当年是他推的我，合理。我看到我那一张，我其实不想认，因为我那张是我希望爸爸只爱我一个，但是因为我后来知道了他不是我亲生父亲。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要求一个不是我亲生父亲的人一直爱我，然后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也去跟自己的童年和解了，我也不再去怨恨我的这个领养回来的这个哥哥，你觉得可以跟哥哥做朋友？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过去了。明白。从时间线上排，我们是不是已经排了？对，就时间线上你有一点点时间啊。就是荣的动机，其实就是说他被小熊拿捏了很多年，但是我就不知道他能把你拿捏到什么程度了。能拿捏到什么程度？不至于说真的让我身败名裂，或让我去。关键现在还有个问题是，你现在还是他的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分手了呀。你把小珍杀掉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未来就完全就是作死了？因为唯一的受害者认知上是小珍干的这件事情，小珍现在又死了，那这个事情就了了。其实是不是他无所谓，谁拥有小熊，就对我来说是有威胁的。我只想把小熊拿来，把它毁掉小熊就好了。我没有到要杀他的地步。不是，那因为确实，如果是说要符合说对小珍是有恨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何的原因，就是你最早写的时候我想当冠军，这是他的一个冠军梦。对。但就是因为他被砸了之后，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更大的痛，当年到底发生什么？我的记忆没有恢复。不然的话，我头天晚上我不能只踹了他一脚就跑了，就走了。对我来说，我还要寻求真相。我现在只知道是小珍拿石头砸了我一下，我并不知道谁把我推到海里的，我在海里泡了多久。但是你记得你从摔下去之后，你又游回来了呀，所以你知道推你那个人不是给你致命伤的呀。所以吗？那他是谁呢？不用管。但是你知道砸你那个人是小珍了呀。请问一个凶手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带着一半的记忆合理吗？其实我的冠军梦，我后来考了潜水证，我依然在海洋里面驰骋。我对小珍的恨，我化解了很多，这是我目前没有形成杀机的原因。而且他1.4米，腿短，他赶的时间更长。哎，嗨，就是没有一般人走得快。现在问题是，他们两个更想杀小珍，我们两个更想杀老珍。没有，其实你是老小都想杀所有人，你是老小都想杀的。对刘的这个推理是不是同样能够用在张身上？我觉得是。就算我以为他复仇为名产生杀机的话，我得知道老珍、小珍你们两个合伙把我好朋友害了，这样我才有完整的杀机。但整个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就是老珍干的事情有关。我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老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小珍这么坏。在我的概念里，他当年打了我，于是我就激情杀人把他剁了，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我对老甄还有知遇之恩的，相当在我的世界里面，他还是一直帮我做很好教练的。我能有今天，是有他的功劳在里面的。因为确实他做的所有的这些恶心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我没有一点点要杀老甄的动机。我觉得凶手一定是知道老甄干了什么，且知道甄的计划。而且对，因为他就是要把大甄小甄这个分尸拼在一起嘛，就是说共同惩罚这个感觉嘛，有这么一个仪式的，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基于这个手段的极致，他应该是知道了最后极大的恶。那是。我觉得一定是要知道老甄的恶行，一定的，一定，对，就他不解恨到这个程度，而且这个人一定要切身之处伤害到他本人了。我觉得唯一有一种可能性是，当时把自己拖进去的人就是小甄，那就是刘嘛。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虽然最后小甄不是对我施暴的那个人，或者不是做极大恶的那个人，但是把我拖进去的人是你。啊，对，当时这一点不能原谅，所以你们两个要用同样的方法死。但是我的点是在于，我1号早上我要去登塔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 PTSD 还是在犯的，那时候我在尖叫，其实他们都发现了。然后当天晚上我不觉得说我去找小甄，我问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的灯塔，到底发生什么了？小甄敢在那一刻跟我坦白吗？我怎么觉得他敢跟他坦白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找到的呢？对，我怎么找到的呢？你通过童谣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来，我在刘的那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你拿住啊。好，这就是他画的。哎呦，啊，我没打开这个，你好棒哦。哦，就是这个歌谣。秘密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你说你不知道吗？我们也不希望你知道啊。啊。昨天晚上我看那个东西之后呢，我就一直想到底发生什么了。就是今天早上8点钟，我去了灯塔。今天早上？对。然后我想接着去尝试，到底说我灯塔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在刺激着我。但是我去完之后，我打开门了，我还是没有想起来什么。然后紧接着我头就剧痛，然后我就实在在那儿待不住，我又回来了。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秘密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但是刘身上有一个，就是如果刘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应激状态过去的话，其实他没有犯罪能力。他现在说他没想起来嘛？那如果他假设他想起来了，他的那个病还会犯吗？想起来就不犯，是吧？因为我的嫌疑现在看起来是最大的，但我来讲我的嫌疑的点是，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我想起来了的情况下，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受刺激这么多年，并且一直连这岛连灯塔都不敢去的一个人，我是一定会在我任何我想起来的时候就动手。如果是我动手，肯定更偏向激情杀人。对，可能会更应激一些。甚至说，如果昨天晚上我去他那儿，他告诉我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如果一直尾随的过去，我都可能比他先动手杀老甄。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恨的是他，我就希望大家都知道，死的就是这人，我更爽。他就死的是他，我为什么还要把小甄的头切了放在这儿？明白。如果是你杀的，你不会换头；但你如果目睹是别人杀的，你就有可能换头，因为混淆之后对你脱身有帮助。因为现在如果那儿是小甄的话，就恨小甄的人就更有杀机了，因为老甄没有人知道他来过这个岛上。不会。但是这个东西很不合理，是有可能的，还是想脱罪的。但是关键，你们现在对于我这儿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们既觉得我这个人的行为疯了，你们又觉得我很有理性的安排一切，这个事情本身是很冲突的。对，就是有点矛盾。对。其实你更有可能是尾随和发现，你当时是目睹了他在塔里面杀掉老甄的过程。
但如果说我尾随过去的话，那一定是我没有解开心结，我没有解开心结，我就不可能进去看到那个事情。对海洋的恐惧，对整件事的恐惧，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他回避。当他面对这件事情，且元凶已经死了的情况下，他还要那么疯狂吗？这个事儿已经让我这么多年了，我能说我一口气又咽回去，然后开始说想，哦，我现在要怎么弄死他？我再把那个再隐藏一下。有一种可能性是不一定是完完全全进去，就是因为你没有进去，所以你才没有激情起来，直接就把真给杀了。真干完这些事情之后，真离开了，那个环境是你第一次认认真真打量，然后你想起来了，这样你才有可能开始了你的盘算和计划。不是，其实站在我的视角上看，你们俩的所有变电好多是都成立的。比方说对真动了杀心了，你就尾随他，然后发现他，结果跟着他，没想到你看到了他在干什么事儿，于是你想出了一个脱罪计划。小珍在干什么？那个人是谁？对你来说没有情感波动，你就正好就让老珍烂在这儿，你脱罪。我跟他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痛跟他不一样，他跟很多孩子一样，这个噩梦他醒不来。我是受了一次外伤，明白。然后我现在通过我的别的方式，我再有我自己的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再说一个我别的点，如果我的那个10点40的时间点是假的话，我非常蠢，因为我没必要说这个时间点来撒谎。可以说45，对了，也没有人证明，而且我用这样一个，因为我确实来不及。明白。小珍这些年拿这个熊到底要挟他做什么？他对小珍的杀机其实会很强，对，就是他小珍的杀机一定是最强。因为荣就是这真的相信他这些年就是好运平安的度过了这些年，他并没有在这里头听到过任何的风雨以及发现点什么啊，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杀小珍这个行为，在我看来，我的凶手画像的更符合于一个调查者视角。我来这边，其实我是为了解开整个这个谜团，我是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调查者视角。你这兄弟不仗人，而且刚好你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你现在设计这么一个陷阱，那我就借着你的陷阱，把你一起干掉，顺着你这计划多做一步。他这个行为是顺风车杀人，这个行为一定不是激情杀人。对。我觉得张的画像里面，除了刘的这一点之外，还有他现在做的事业，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一夜之间就毁了于是他用自己的很多的绘本治愈了很多孩子可是这些孩子还在不断的跟他倾诉，就是甚至有人长大了之后说，我走不出去，还是仍然没有办法走出来。对，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直被这些声音围绕的。如果他有一种责任心，就是要结束这个地方的恶行的话，他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顺风车杀人，我也同时得需要满足我对于老珍的仇恨一定大于小珍，这是我个人的画像。就是包括其实和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我跟你们俩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我要找把小珍关联上的杀机的话，我必须得进他的房间，这种物理上的。真真实实的找，但他们的找跟我不一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找他想起多少是多少，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找了也就是说，我得找到那个小珍承认说我是帮凶这个纸条，对于我来说，我的完整杀机才能成立。对，但是咱们刚才找出能证明小珍是帮凶的那个证据，恰恰就说明了他也是受害人。就这个事儿，在我这儿导致小珍跟老珍画不成等号。对。但是如果真的让我这样的一个调查者找到那个东西的话，我会产生完整的对小珍的杀机吗？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希望我的朋友走出来，是大于我要杀谁。就如果说他不能过去这件事儿的话，那几个人死不死对我来说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刘告诉我们的是，他没有想起来。我是想起来了我也发泄了张辩的这个点，我觉得他有足够的杀机杀老珍，可是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杀机去杀小珍？对，都很精彩，两个人都说得好。请各位注意，还有一点，昨天晚上珍家里是没有人的，因为珍昨天晚上忙着切的爸呢，凶手是不是得用昨天晚上的时间去珍的家里知道计划？
哦，还真是。行，那我就先去投票了哈！加油加油，侦探！面临的时刻到了，是的，哦，荣这个时间线上肯定是不行。然后和在这方面，如果他没有编那个时间点的谎话，可能就是时间真的来不及。刘璋中间，我目前只能投。哎，怎么办？什么？根据时间线的话，欧跟和是可以直接被排的。荣的话，他大概只有2分半的时间去把一个他要找的这个宝藏去打捞出来。我是觉得略微有点极限，我是觉得荣相对可以放一放。那其实最后就是剩张跟刘。刘的话，他是因为如果他能知道当年是小珍拉着他进了灯塔，发生了后面一系列悲剧，造成了他现在的情况的话，他是可以对小珍有杀机的。就留吧，我们的第一票保持一致。哎呀，就到最后的这一刻，我都没有想好要投谁。当然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然后我知道欧的时间确实也不太可能。那就是剩下在3位男生当中，3位男生当中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和的动机上要稍微的好一点点，他不至于说去用这么一个方式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恩怨。然后呢，就是刘和张。哎呀，这2位真的很难选，很难选，很难选。因为刘呢，其实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是最大的一个受害者。如果真的在昨天晚上已经知道这一切，他是否还真的能那么冷静的去处理，可能会更加情绪化一些吧。那张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大爱、很温暖的画家。然后呢，对刘从小的这种2个男孩子之间好朋友的情谊。所以，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以恶惩恶。我投给张吧。我相信正义迟早会来的，总是会来的。其实我个人是怀疑刘画画跟张之实。为什么我会觉得不是刘画画的原因是，这个孩子已经被折磨这么多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的错乱下，我觉得他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完美或者周密的计划再去安排一套，然后替自己最后脱罪。我觉得作为刘画画来讲，他本人不会思考那么多了。然后张之实，但问题我过不去的点就是他跟刘画画的关系特别的密切，他也非常的有可能看到刘画画今天的这种状态，他会去替刘画画做一个了断，所以他会做出一个比较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周密的安排。哎呀，我投了，我觉得好对不起他呀。就虽然和跟刘在我的视角上看差不多，但是无论怎么说，根据现有的证据跟动机去盘，对于老甄、小甄同时满足的杀机，最合理的票无疑还是要投给刘画画。哎呀，我的嫌疑是很大，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情况下，其实反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跟张之实都是能洗脱嫌疑的情况下，那其实欧是没有杀小甄的动机的。那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只有何飞鱼和荣扑通对于小甄的杀意是最大的。今天其实有2种可能性，
一个呢就是对老甄和小甄有杀机且很仇恨的人，那主要是张和刘；一个呢是只需要杀掉小甄的人，就是我和荣。然后我又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想的是55分我们从岛台离开，可是有一个问题，55分我们只是集合，要各自拿各自的工具，还要回去拿雨衣，然后再出发。他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成找到自己的宝藏，从是登上转过来的这个洞，所以他的时间已经极限到不能再极限了。来吧，有一种不是，等会儿先别唱。怎么？原来唱这句歌吧，就觉得唱着玩的。现在是真的。这一期我唱这首歌，我真的发自肺腑都想跪着唱，我真的太不祥了。啊，来吧。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记》第8案中，谁是杀害小甄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O 肯定是0票。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是欧咔嚓。何飞宇。哦，是我，我听成了，是我。恭喜你，是我，还。真的有人投我啊？哇塞，荣啊，真的有可能。刘画画投给总的来看，我可能更倾向于怀疑荣扑通，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受到了来自小甄的威胁。然后，那在这样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甄教练跟小甄都死掉的话，其实收益最大的可能是荣扑通。所以说，直觉吧，我这票还是挂给荣扑通吧。哎呀，荣扑通，我给了你1票，你给了我1票，对，我谢谢你。荣扑通投给了张知识。啊，投给张啊？哦，那就有可能是欧咔嚓投给张知识。哦，你俩对着我投。啊！给我们啊！侦探的第1票投给了刘画画，侦探助理投给了刘画画。平票啊！张知识投给了刘画画。何飞宇投给了我觉得有人在研究这个岛，有人在算这些时间，厉害，100%是张，他玩的巧，厉害。张知识。张哥又把哥们骗这么死实，对不对？行嘞，谢谢你啊！不是，你为什么觉得他们就对了呢？侦探的第2票投给了你票很关键了。张来说，我真的就是觉得他以前想轻生，他被人救过，我不能相信他还会对生命是这样一个看法，要把别人弄死，然后以这么残酷的方式，所以我目前只能投刘，他真的受过太重的伤了，哎，怎么办？
行吧，刘。刘画画4票，请进铁笼。我进去了。哎呀，陪你。哎，你俩干啥呀？不，好朋友就是要一起进。刘画画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哦，祝贺！祝贺你！不要跟我这立个愣。作为一个第7位投票的朋友，你们走了之后，我自己在一个岛上上蹿下跳。我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凶手就是荣。啊？啊？我咋不知道呢？开玩笑，天哪！来吧，关键性证据已经在我身上了。啊！我找到了，你记不记得关于这个岛的通知？就是那个备忘录。哦，对，那一页。对，被撕掉了。在真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木马岛纪要，第2页可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有所有的这些细节，只有凶手需要知道这么详细的角度和那个。在哪里？它贴在一个人柜子底下。贴在哪儿了？贴在这儿了呀！我们没有投错。玩得好，玩得好，真的玩得好，真的玩得好，真投不下去。哎呀，难受呀，少投一票都抓住了，还没公布呢。本案的真正凶手就是没错，我就是本案的真凶，张志士。好，祝贺若云，那我就认了吧。好啊！厉害！这个让你找出来，我百口莫辩呀。关键性证据呀，这个是。他这上面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只是说他更熟悉这个地方了。我撒了一个最重要的那个谎。谎是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说他是受害者又是帮凶的那张纸，我根本就没找到。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他是帮凶的。首先老甄那边我是翻了底儿调，我完全知道老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然后紧接着就这个事儿，我就去小甄那儿想问。结果我去小甄那儿听的时候，刘就在里边。我在门口听到了刘跟他的对话，在我的听感里边，小甄很嚣张地跟他说：“是这个岛很恐怖，你自己找吧。”所以我就觉得小甄也不对，然后我等于是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我就进去，小甄就走了，我进去就翻了他的房间，翻到他就是每年集训，他的成绩明明那么差，但次次都有他一定是用来拐人的，我就看到这儿我就认定他是帮凶了。然后看到他在灯塔上画了个星，我就去灯塔。厉害！我不接受啊！错了，请继续对我的军人呢。还在帮人说呢，我得好好找出一个点来。一个人轻生过，他是对生命不能再有这种理解的。来，我们有请阿外送上我们的侦探徽章，祝贺若云。累了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辛苦啦！
谢谢。那么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哦，累了冲锋舰，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好，谢谢。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谢谢各位，大家下一案见啦！结束了，拜拜。跳海吧，朋友们！跳海吧！跳海可还行？浩然、马耳他也没赶上，最后留在了这个岛上。浩然，对不起。拜拜。很努力的变到最后把自己变进笼子了。真的其实差一点儿。你们但凡你俩商量好了，一人分一票。拜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郭慧法官，小七好，周老师好，肖丹法官和沈一飞教授一起来讨论本期的案件，欢迎3位。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聚焦虐童犯罪、童年创伤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那么来看一下这次的案情啊，10年前。游泳培训班的甄教练在木马岛上组织了首次优生集训营，来参加集训的孩子们纷纷在岛上那棵许愿树下面埋下了自己的心愿。时间流逝10年之后，当年参加集训营的孩子们都收到了一封邀请函，邀请他们重回木马岛，一起重启儿时的秘密。不料同学会上面却发生了离奇的惨案，甄教练和小甄双双被杀，并且被残忍分尸。本期的故事当中发生了2起事件。小甄因为童年长期被甄教练虐待，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痛恨自己的人生被彻底毁掉，于是杀死了甄教练。而张知识发现了木马岛背后所隐藏的罪恶真相，并且目睹了小甄将甄教练杀人分尸。为了给自己的好朋友刘画画报仇，让作为帮凶的小甄也付出应有的代价。次日，张知识利用弓弩射杀了小甄，并且将小甄分尸。首先要请法官们对于本次案件的2名凶手小甄和张知识进行定罪，并且出具量刑建议。根据国家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小甄和张知识的行为均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但是我们考虑到在本案里边，小甄已死，根据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无法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张知识呢，则应当被判处故意杀人罪。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原则上是应该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可以在3到10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来判处刑罚。在剧情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小甄还是张知识，都有在杀人之后把尸体进行分尸。这个行为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判定吗？行为人如果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以后，是为了毁灭罪证，肢解尸体，那么仅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分尸的行为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果行为人故意杀人以后是为了报复泄愤，或者是出于自己某种变态的心理肢解了尸体，就构成故意杀人罪和侮辱尸体罪，需要数罪并罚。甄教练从小甄的童年时期呢，就开始对其长期的进行虐待，甚至到后来还以集训营和游泳俱乐部作为掩护，继续对更多的孩子进行虐待。这样的行为又会具体触犯哪些法律？虽然小甄并不是甄教练的亲生儿子，但是甄教练收养了小甄，所以呢，2人就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形成了实际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甄教练长期的虐待、殴打小甄，那就有可能构成虐待罪。除了小甄之外，甄教练还对游泳俱乐部的其他的孩子实施了长期的一个虐待的行为。这种行为就属于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是有可能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如果真教练主观上希望或者是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并且暴力的程度升级，比如持凶器殴打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啊，或者是重要的部位，导致了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那真教练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同时呢，在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小珍在帮助真教练运营游泳俱乐部的时候呢，多次为真教练挑选被虐待的孩子。小珍对于被挑选的孩子今后会受到虐待是有心理预期的，所以小珍虽然没有实施殴打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为犯罪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呢，小珍也有可能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帮助犯。这个大家还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珍呢，她在帮助真教练实施挑选被害的儿童以及帮助实施虐待行为的时候，她还是未成年人，我们就要考察她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有没有满14周岁。如果满了14周岁，她需要对严重的犯罪要承担责任；如果她已经满了16周岁，没满18周岁，她就应该对所有的故意实施的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在量刑的时候，根据法律的规定，没满18周岁的人犯罪，是应当从轻处理的，所以给他从宽处罚。这个时候还要看他的年龄。明白。童年时期，小珍被真教练所哄骗，误以为爸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爱的表达，直到长大后才明白，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对他实施虐待。其实，在感叹这件事情为他痛心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该采取哪些措施去帮助青少年来增强这种自我保护的能力？很多小朋友他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的，但是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是一定要有。你首先第一个要懂得拒绝，在拒绝的同时，要及时的让能够提供保护措施的，不管是机构还是人员，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来保护好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报警，有些小朋友可能没有那种能力去打110啊，没关系，你打119。我记得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没有敢去直接打110，因为那个犯罪分子可能就听着，他就打了120，说想急救。那么119、120这些实际上都是联动的，就是你打完以后，他们互相之间要警情要通报。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惩罚犯罪分子的同时，首先就要做好自保。当然了，不管是作为我们司法机关，还是学校，还是整个社会，要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法律知识。除了加强普法教育以外，最关键是你要教给这些孩子们怎么用他们。对，得让青少年知道什么是我可以说不的，什么场景是不对的。对，像这种虐待常常会跟儿童的性侵都连在一起。我们一直反复在呼吁要暴力零容忍，就任何一个理由的暴力其实都是不对的。即使你是出于正义的目的去实施暴力也是不对的，以爱之名实施的暴力也是不对的。另外呢，在性侵方面，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小背心、小裤衩的地方不能碰触，而是你身体是有自主权的。你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别人碰触你不舒服，你都可以说不的。但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是特别的呼吁社会要建立社区或者叫社会以及是家庭和学校的三方的教育。因为你会发现像青少年和儿童的这种虐待和暴力常常是发生在熟人之间，也就是说常常是这三方里的其中一方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是我们学校跟进，家庭也跟进，社会也跟进，那么当我的家庭里面出现虐待的时候，我可以向学校求助；当我学校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向家庭求助。小孩子总有一方是可以有一个求助的。甚至我们在社会上看能不能建立社区的服务，像医院看到小孩子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伤痕，立马的报警，然后像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宣传的等东西，然后 NGO 的辅助等等，都是使得孩子在伤害发生以后可以及时的求助，把这个伤害的程度减到最低。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体系对青少年的保护是非常实在的，它要在三方都去进行，让孩子既能够获得正确的知识，同时又觉得这是我可依靠的对象。现在医院就建立了未成年人性侵强制报告制度，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可能11、12岁还未成年，他去打胎，那这个必须强制要报告，甚至检查出来有些有性病，那这个毫无疑问，那就马上要去强制要报告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社会层面已经是在不断的努力的建立完备的对儿童的这么一个保护机制。这个机制虽然说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完善弥补。对。但是在很多家庭或者学校里边，我们很痛心的发现，很多本可避免的案子，往往就是出于面子啊，出于怕这个影响声誉啊，这个原因不去做。其实对于父母来讲，本身我为了孩子将来的发展来考虑，可能导致这个孩子继续受到更严重的性侵或者更严重的伤害。对孩子本身来讲，他也会产生很严重的被抛离感。本身你父母应该是我最信任的，我受到侮辱、受到损害、受到伤害，你应该能够给我提供最坚强的保护和后盾的。结果你告诉我不要声张，那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那么对于学校本身，这个学校已经有孩子受到了性侵，当校长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念头是要影响学校的声誉，通过调解的方式，赔一些钱啊，这个事儿就了了。结果导致更多的孩子又受到了性侵，就是后果更严重。我们说坏的情况已经发生，要及时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漏洞越来越大，那只能是后果会越来越严重。这几方万一出现了一个疏漏之后，其实就给了对方可乘之机。没错。我还曾经做过一个个案，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被性骚扰，还没到性侵程度，但是她的父母非常及时的发现了，跟这个孩子也沟通，然后立马转了个班级，等于说离开了这个学校的那个老师。但是后来那个老师又再次爆发更严重的性侵的行为，然后这个女孩子她到我这里来，她就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她觉得自己当时应该更勇敢的直接去揭发，而不是应该像她妈妈帮她做的一样息事宁人。她说如果我当时站出来，后面就不会再有受害者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孩子的善良其实有的时候超过我们成人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他们的善良某种意义上讲也会让他们会觉得很痛苦。我是觉得我们成人在理性的之余，其实要考虑善良的力量。我们的孩子是善良的，他是会内疚的。如果你不能让他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心理的创伤其实延续在里面的。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侵害者或者施暴者，他是以何种方式去威胁你，都不要轻易退缩，一定要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报警或者是寻求帮助。我国呢也在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措施。2024年呢，司法部就开展了法援护苗行动。这项行动呢是聚焦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需求，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比如在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中设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席，在法律援助的机构中设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室，在6·1儿童节、开学季等重要的时间节点走进校园，开展普法活动等等，也是努力为未成年人创造健康、良好、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其实刚刚就一直在想，站在孩子的角度，他很有可能遭遇这一切之后，不允许他去表达说我遭受了伤害，我遭受了侵害。所以除了言语之外，比如说父母也好，老师也好，能通过其他的行为能看出这个孩子发出求救的信号吗？首先，如果孩子觉得父母是值得信任的，亲子关系是好的，他们一定会主动的把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父母。之所以他不用语言来表达，不告诉，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其实他对父母是没有那么的信任的。而父母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状况，比较大的层面上也是因为他平时并不会关注孩子的心理的状况。我最近在实践里一直发现说，当父母什么时候会关注这些问题的产生，就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了，学习成绩下降了，学习成绩下降了，精神不好，甚至我们在做疾病的研究的时候发现，父母觉得这个疾病什么是严重的，就是影响了学习。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突然的下滑，突然的不爱去学习，不想去学校，不想去上那个培训班，请记得那是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当然，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家长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你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生理啊、情绪啊、行为啊等等，来识别孩子的一些求救的信号。比如说，孩子出现了这个暴饮暴食，开始长时间的这个失眠，情绪非常的失落，甚至出现了你不能解释的这种恐慌、易怒等等，那这些都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需要主动的跟孩子交流啊，询问孩子是否需要帮助。
让孩子能够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能讲出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该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现在在各个医院里都是有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的门诊，也有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各种的对于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测量，专业的力量就能够帮助我们父母在力量不足的时候能帮到孩子。对。当然，我觉得孩子学习成绩是重要的，但你会发现情感知识做得好，孩子潜能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你用的那种方法，最后是会让孩子觉得学习一点都不好玩，学校很可怕，老师也不行，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呢？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陈老师，你这话我是非常赞同。咱们也提到这个学习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我的体会就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呢是各方因素综合起来，最后体现出来的一个有指标意义的这么一个结果。只有当孩子的精神状态、身体情况，包括与人相处、与老师相处、回到家里与父母相处，都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我们父母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好成绩。明白。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刘画画因为自己遭受虐待之后，导致患上了创伤性的应激障碍，无法再触碰任何蓝色的东西。关于这种创伤性的应激障碍，会有哪些具体的症状表现呢？创伤性应激障碍产生以后，比较多的是2种症状，一种是叫再体验症状，指的是患者会反复重现创伤性体验。比如说像做噩梦啊、闪回啊等等，这些回忆通常是以梦境或片段的形式出现，使患者再次感受到恐惧和痛苦。像小珍每次在尝试开启新的亲密关系的时候，都会想起甄教练对她的虐待，导致她无法进行正常的恋爱，这就是创伤性体验的表现之一。第2种呢叫回避症状，患者会对创伤事件相关的人、地点、事物和情景产生持续的回避行为。他们会避免谈论创伤事件，避免接触可能引起回忆的地点和场景，防止触发痛苦的回忆。像刘画画因为在海岛上被虐待，因此会对一切蓝色的事物产生恐惧和逃避，这就是一种回避症状的表现。对，所以这种创伤在成年之后也会经常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到底该怎么去修复这类创伤？沈老师有怎么样的建议？我们经常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它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它还是可以改变的。要疗愈童年的创伤，第一步是我们得承认创伤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个存在并不意味着说它控制了你的所有行为，是因为创伤会形成你的情感标记，你会看到这个事情，你会突然愤怒，控制不住。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刻意的去练习，让你的情感标记去改变。这个在我们成年以后是完全可以努力去做的。是的。我们会特别的希望大家要用行动去改变你的这个创伤，而不是一遍又一遍的去寻找同理心。我当年童年有多惨，这个像祥林嫂一样，你单单的叙述一遍一遍的那个我共情了你啊，你真的很惨，然后呢它没有用，真正要走出来，要跳出这个逻辑体系，一定要刻意的练习。我在某个场合里可能很愤怒，我能不能在愤怒那一刻找到个东西能够让我降下来？你是需要去刻意的练习的，通过逐步的训练，让自己接受那些曾经害怕的事情，去修改自己的情感标记。没错，我在研究里是发现，很多人受了原生家庭的创伤，特别容易做的事情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去做父母坚决反对的另外一个极端。比如说，就找了一个这个小混混谈恋爱，然后觉得他对我有特别好，其实你会发现，你很可能是陷到了另外一个陷阱里去。一定不要从第一个创伤里跳出来，完了以后跳到另外一个创伤里。真正要做的就是从自身角度去改变我们的情感标记，而不是依赖于另外一个人去拯救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的案件就到此结束了。保护儿童绝对不是怜悯和施舍，而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刚性义务。我们不仅要让每盏希望之灯常亮不息，更是要让正义的温暖融化黑暗的寒冰。唯有法治利剑出鞘，斩断伸向孩子们的黑手，而制度的护盾构筑起成长的庇护所，才能够在文明进阶的长卷上为孩子们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守护符文。再次谢谢3位的分享，我们本期的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我宁愿这个案子不是很写实，真做的这些坏事儿，真的让人有一种一块大石堵在胸口的这种感受。
张是一个非常有温度、有大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那么一个艺术家。到最后他去杀害，去以恶制恶，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刘，为了更多受了伤害的人。我觉得所谓的正能量，并不是说我们老喊着说我们要加油努力，是要正确的使用能量。如果你会正确的使用你的能量，正确的判断自个儿生活中该去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才叫做正能量啊。我希望他更多的用自己的光明面去给别人施加更好的影响。既然他能帮到那么多的人，他也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去帮到自己的朋友。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健康的、良性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些小朋友们在童年遭遇了那样的不幸，能够感受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于一个小小的儿童的心里面的打击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我觉得心理的伤害始终是最大的，是一个人永远无法走出去的。很多人在成年了之后，他慢慢才会回忆起来，很多问题它都是原生的家庭和原生的环境导致的结果。真正长大，在回味痛苦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那种疼痛是伴随人一生的。对。其实最让人痛心的是，故事里面几封来信讲到了孩子们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心理创伤之后，他产生某一些幻觉，去逃避这样的伤害，想象成是有大怪兽，想象成是一个恶魔空间，用各种方法去逃避现实生活当中受到的生理和心理的创伤。更难过的是，他们长大之后也忘不了这些伤痛。他有可能会逃避，但是他忘记不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身心灵有一点点小创伤的东西。如果容扑通的父母能稍微的观察一下这个孩子，可能也能够敏锐的发现到一些问题，或者是说父母在这之前的时候给孩子更多的引导，让容扑通说想办法去找大人，去找能够信任的人，去寻求帮助。我觉得可能事情就不会演变到后来这样子。一定要重视小朋友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遭受虐待或者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这种可能性，要保护好他们，让自己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些美好的事情，然后也有一些力量能够帮助到自己，不要陷入到这个乌云当中一直出不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